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哎，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操，差他个底儿朝天！哎，王有夏。哎，走啊！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缴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
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，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。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天增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然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抓这么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我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没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
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私闯我花家府邸？华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杨警官，你也别来无恙。甚好甚好。我记得，过去我是孝敬过您的。就算您嫌少，也不至于今日来抄我的家呀。你们华家偷做假账，逃避税赋，真当本官一无所知呢？杨警官，没找到花香肉。华掌柜，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平日里就爱在外面鬼混，昨天晚上骂了他几句，他就跑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把人抓来。行啊，那就有劳花掌柜随我先走一趟吧，请吧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口说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华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招，民女贪财，又忌惮金英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英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收下季家做幕府。后来季英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金英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岭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在逼着你？
不说。你是觉得逼你的人回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？有。釜底抽薪，你我之间走一个人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华香荣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华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真，要不然怎么能诈到我？你这是以我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暗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好。手臂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了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但蹲下。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不！哎呀，你如果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。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，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不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基造册。一周的核验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。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
这花掌柜的背后可不简单呐，他已将所做之事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季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嗯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看到你夫人在喊你快点回家吃饭呢。哎呀，你莫催，慢光出细活啊！太费红花饼了。季娘子，我家娘子请您一叙。你家娘子是？牛将军之女，牛五娘子。我与你家娘子毫无交情，她为何要见我？我家娘子见您在芳菲宴上送的绒花，十分喜爱，想要请您按照我家娘子养的真花仿造一批，不知您能不能接？那我得先看看那些花。追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按您的吩咐，在山洞附近探查，一连几日皆无动静。今日突然出现一拨人马，将我们围了。
娘子，季娘子来了。见过牛五娘子。季娘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请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与季娘子一见了。茵茵一见民女，与娘子只有过一面之缘。娘子是如何知道我的？斗芳飞上飞花漫天，朱颜驼一鸣惊人。在这一州城内，谁不知季娘子名声？其实我很羡慕季娘子。羡慕我？牛五娘子身份贵重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想如季娘子这般，以女子之身成就一番事业，向我阿耶证明，女子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。娘子好志气，娘子定能心想事成。这位是我阿娘。我阿娘16岁便嫁入到这里，为我阿耶生了5个孩子。我阿耶一心只想要一个能跟他行军打仗的儿子，可惜接连5胎都是女儿。生我时他身子彻底败了，再也无法生育，也再未踏出过这个院子。将军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夫人她也不认得我。将军，她现在是一个只会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。我的4个姐姐都被我阿耶嫁给了同一族人，能帮助她换取权力的人。我也同样嫁过2任丈夫，但我不服。女子不能从官，我便从商。我一定要向我阿耶证明，我绝不会输给他让我嫁的任何一个男子。五娘子有这等志气，殷殷佩服。飞花会、朱颜驼，都足以证明你的价值。与我联手，我会将你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一州城的景业，会尽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五娘子的价码实在诱人，你的推心置腹也让我感激。只是茵茵认为，感情的事无法掺杂利益，我和赵二郎的感情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。而且我成立飞花会的初衷，是为如朱小娘一般无权无势的人争出一条路来。若是应了与娘子的合作，那我与那花掌柜又有何区别？所以，恕茵茵不能答应。所以我说，季娘子还并未明白权势的滋味。权势就是，我不想让你做成的事，你一定做不成。登记造册的文书不是应当送往长安了吗？难怪当日花掌柜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接下朱颜驼的订单，原来后手在这儿呢。牛五娘子便是花家传说中的靠山吧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季娘子可否回心转意。茵茵心意已决，谢牛五娘子厚爱。天色不早，告辞。季娘子，请留步。
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哎！季娘子，我给过你机会。牛五娘子此举，更加证明了我不与你合作是正确的。不合作，便与我为奴吧。季娘子什么时候染出曙红丝，什么时候再离开这个屋子。且慢。现在后悔，已经迟了。牛五娘子，可否与家里去一封信报平安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你也不想事情闹大吧？小门小户没处闹，可国舅爷还在我们飞花会呢。给他纸笔。是。娘子，写好了。阿兄阿娘，我打探到，益州城300里外发生山石崩塌，造册文书被堵在那里。我租了马车，亲自去取造册文书。时间紧急，来不及跟你们细说，望见谅。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些红花饼等原料，朱颜橐用量极大。上次买染料时，孩儿带的钱财不够，多亏了玉掌柜，便付了2贯钱，还望替我归还。阿兄阿娘，勿忧勿念。一会儿送到季家。是。看好他，他若逃了，便用你的命来替。是。这些都是人属红丝的原料，怎么备得这么齐？你还不干活，磨蹭什么呢？我盯着你呢。想染属红丝，就这些普通的原料，那怎么行了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楠木烧的锅灰8两，长在山石中的茜草1斤，清晨缀满露珠的红花3斤半。就这些吧。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！还不快去！耽误了染丝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你等着！娘子，季莺莺真的能染出曙红丝吗？她能染出就用她染，染不出就用我们自己染。花掌柜已废，季莺莺不从，山中最近又不太平。即便不是杨静兰，也一定有其他人盯上了我们。隐藏一滴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入海中。织机本不应该出现在山上，但若出现在井房内，那么谁也不会怀疑。娘子是？家父是益州府副都督牛己，我在家中行伍，郎君应该听说过我。牛五娘子，不知找赵某是为何事啊？郎君确定要一直站在那里与我说话？素昧平生，为娘子清誉着想，赵某还是站在这儿吧。我的名声你是知道的，
一直站在那里是对你的清誉不好。娘子若是别无他事，赵某先行告退了。我是季娘子的朋友，还有几句话想让我告诉你。玉渊，是。烦请郎君稍后。牛五娘子，到底是为何事啊？因为我这张脸，这个身份，见到我的人，不是害怕便是恐惧，不是躲避便是巴结，唯有郎君，毫无异色，不为所动。难道你不怕我？赵某从不以貌取人，只信人心。告辞。郎君不想知道季娘子留下什么话吗？不想。英英定不会让娘子这样的人传信于我。在郎君眼中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步步为营，心意难测。好，那我今日便让郎君看清我的心意。我对郎君一见钟情，心慕不已，还望郎君成全。娘子切莫乱讲啊！赵某是有婚约之人，可能要辜负娘子的厚爱了。是花花染房的季娘子。莫动！可我怎么听说赵家已经登门退亲了？但赵某此生只愿娶英英一人，还请娘子莫要为难。赵儿郎君可知我刚才那番话的分量？我是牛景之女，在这益州城中，没有我办不到的事。牛将军之权，谁人不知？只是赵某确实无所求。若娘子今日别无他事，那赵某谢谢今日款待，先行告辞了。问过玉媛姑娘了，她说染曙红丝根本就不需要你说的这些东西，你耍我是吗？染丝的是我，他们知道什么？你还顶嘴，看我不教训你，看我教训你，你还跑，你还顶嘴，我看你怎么跑！你跑呀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你要是再敢耍我，我打死你！把他给我看好了！祖父，听闻牛五娘子对你有意，祖父怕是误会了。我跟她只是萍水相逢，一面之缘，何来有意无意啊？是她无意，还是你无意啊？你今日服了牛五娘子的面子，可曾想到，牛五娘若是怀恨在心，那即便我赵家锦再好，也赢不了锦王。
祖父，可我已和英英情投意合，定然接受不了牛五娘子的好意啊！糊涂！我同意你娶季英英，是因为她手握飞花会和朱颜陀，嫁到我赵家如虎添翼。秀媛，可若是你能娶牛五娘，孙儿不愿。放肆！我已派人去牛家提亲。混账东西！祖父，她定不会想要嫁给一个废人。孙儿信，不可以。那你就跪在这里，直到想清楚为止。孙儿跪。我，家主，家主，牛府传来口信，想请赵二郎君到府上一叙。回牛五娘子的话，赵二郎君定会赴约。是。玉娘，玉娘，你找我？是英英叫我来的，说是上次买染料时从我那儿拿了2罐钱忘了还，我就凑够了1罐。2罐钱？啊。若日后我遇到麻烦，我想法子给阿玉你传个讯号。我若说还你1罐钱，你便来救我；我若说还你2罐钱，你便喊上杨警官一起救我。他什么时候让你来的？昨天啊。你昨天怎么不来啊？昨天在凑钱。他人呢？信上说去打探登记造册的事儿。信上，你没有见到他人啊？信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玉掌柜？外边等我。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杨警官爱民如子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逆子啊！我若真危机到需要2位一起来相救，那么杨警官之前想知道的事情，你问什么，我便答什么。便就是要救你，也要知道你在哪里。有这个呀？